近日，针对中印边境日趋紧张的局势，印媒非但不反思，还在其媒体上发文如何应对中巴两国的同时紧跟，这不得不让人感慨印度方面某些人清奇的脑回路。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近日，针对中印边境日趋紧张的局势，印媒非但不反思，还在其媒体上发文如何应对中巴两国的同时紧跟，这不得不让人感慨印度方面这些人清奇的脑回路。印度欧亚时报近日发文声称，目前印度主要担心的是巴基斯坦与中国在方方面面进行的合作，其中包括军事直接的合作。印度当前与这两个国家都存在领土争端，对于印度同时在中巴两条战线上作战的设想已经被媒体、智库广泛地做好了推演和设想。那么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印军是否做好了准备应对这些问题？印媒还提到，就在此前不久，中国还与印度军队在所谓的印度领土发生了小型冲突，但是随后对峙得到了平息。这两个亚洲的大国已经就地区主权问题再次陷入了僵局。从2017年开始至今已经数年，尽管中国和印度陆续地派遣了军长级指挥官进行了多次的会谈，试图以协商解决问题，但是收效甚微。不光是在中印边境发生问题，在印巴边境上出现的问题也让印度焦头烂额。到今年为止，印巴围绕克什米尔地区爆发的违反停火的小冲突为上千次，双方在边境地区剑拔弩张。而印度更是做了一件火上浇油的事，印度陆军的总司令近日还在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视察了印军的作战部队，此举又使得印巴关系急剧下降。因此，两边挑事的印度现在面对的是两线作战的威胁。印度军队领导人也迅速地承认了这一点。印度空军倒是表态毫不含糊，印空军司令指出，印度空军有能力挫败中巴两线军队攻击，但是此言论遭到了印度国内专家的质疑。他指出，之前的印度空军司令可说过，现阶段的印度空军无法应对同时两线的高强度作战。不仅是空军，陆军、海军同样如此。看起来，印度当前缺乏具体应对两线威胁详细的战略，以至于这些军种的指挥官上台之后自说自话，丝毫没有结合现实情况。针对中国、巴基斯坦，印度提出两线同时作战的战略也不是第一次了。从2006年开始，印度就一直计划如何进行作战，但是仅限于嘴上空谈，没有实际的作战方案。为了保持针对中巴两军的军事优势，目前印度在边境线上囤积了数十万军队，印度只能靠大量的军队来填补质量的不足。但是由于印度没有完善的工业体系支撑如此庞大规模的军队，因此只能花费巨资购买国外的坦克、战机、军舰、武器零部件、子弹等一系列设施，这就造成印度在武器方面受制于人不说，花费大量的金钱购买武器，也给自己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按照印度专家卡利塔的话来说，印度军队是非常孱弱的，边境大军对于后勤补给的要求是迫切的，但是目前印度无法满足这个要求。印度当前储备的弹药只够20天的使用，更加雪上加霜的是，这些弹药又超过 50% 达不到标准要求。这也就是印度军队的储备弹药的用量基本上最大的限度为1个星期的战斗。印度空军也不容乐观，印度空军目前装备的最先进战机也是从法国购买的，这36架战斗机面对中国空军的歼20也只能是杯水车薪。因此所谓的两线作战纯属无稽之谈。因此卡利塔认为，解决当前印度所处的困境，那就是至少与其中的一方达成和解，不再处于紧张的敌对状态，使得印度不会被两面夹击。这样一来，印度可以腾出全部的兵力面对一个对手，这样的话，印度面临的军事压力将大大的减小。不过虎妞认为此计谋不可能实现。实际上，这位专家提出的远交近攻的策略，实际上是战国时期秦国的策略。战国时期，秦国面对数个强大的国家力不从心，因此有人提出远交近攻。此战略既把军事重心放在离秦国距离比较相近、国力上相对薄弱的国家，对于远处的大国不搞冲突，稳住即可，待平息了近处的威胁，再来考虑远方大国的威胁。但是专家认为远交近攻计谋不可能实现，
首先就是印度为了博得美国支持，入常和国内矛盾的转移，必然是不会在领土方面与中国友好协商并退出侵占的中国土地。这样，印度政府将面临国内反对派的压力。因此，印度政府携民粹主义，不时地部署大量军队陈兵中印边境，为的就是向中国军队施压，企图让中国放弃对主权的要求。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看起来1962年印军遭受的教训还不够深刻。而巴基斯坦和印度因为领土矛盾、宗教矛盾问题重重，基本上是世仇。从巴基斯坦独立到现在，光是大规模战争都已经爆发了3次，小规模战争更是数不胜数。因此，印巴和解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此，印度的远交近攻计谋将没有实施空间。不过，如果印度诚心要解决中印、印巴之间的领土争端问题，也很简单，就是归还非法侵占的土地。这一点就要看印度政府是否真正有决心结束前印度政府一手制造的混乱状态。